2016年7月20日，香港船王赵世光咽下了最后一口气，病床前陪着他的是正宫太太何丽丽。丈夫去世，何丽丽却一滴眼泪都没有掉。有人说她凉薄，可只有懂行的人才知道，这是何丽丽44年豪门博弈的终极宣言。她熬走了花心老公，清走了莺莺燕燕，带着4个嫡出子女，把70亿家产牢牢攥在了手里。她从来不是任人拿捏的豪门怨妇，而是把生存法则玩到极致的顶级玩家。1946年出生的何丽丽，天生一张电影脸。1965年刚进邵氏，她就不甘只当一个花瓶。1966年拍《文素晨》，导演要求增加一场在当时尺度极大的半裸沐浴戏，同组女演员顾虑重重，何丽丽呢却干脆的完成了拍摄。这场戏让她一战成名，也让她成了邵氏最大胆的代表。1972年，她在14女英豪里反串男角杨文广，竖胸骑马，英气逼人。这部戏票房大卖，她的片酬也冠绝同期女星。然而就在事业最巅峰时，25岁的何丽丽却突然宣布息影，她要加入豪门了。对方呢是苦追她7年，香港3大船王之一赵从演的儿子赵世光。婚礼极尽奢华，伴娘团是沈殿霞、陈宝珠等巨星。赵世光牵着她的手，当众发誓此生绝不负你。那时的何丽丽或许真的相信了童话，可她不知道这场婚礼不是终点，而是她后半生战场的起点。赵世光的誓言保质期极短，1月刚过，香港报纸头条就爆出他和落选亚姐谭玉梅的绯闻。报纸被送到赵家大宅，何丽丽的反应冷静到让人惊讶。她比谁都清楚，在豪门里哭闹是最无效的手段，但是她的反击呢，精准而迅速。她立刻冻结了赵世光的副卡，同时她更改了家里珠宝账户的密码。赵世光很快发现自己无权动用大额开销，因为婚前他已将不少核心资产登记在何丽丽名下。婚后呢，何丽丽又以股东身份进入公司，流动资金的调动需要她签字。但赵世光并未就此收手，他转头用其他方式给谭玉梅买了尖沙咀的公寓，还送了她一家服装公司。何丽丽得知后，没有选择继续在家里赌劫，干脆自立门户。1980年，她在铜锣湾开高档时装店，90年代呢，又在上海外滩开4家高端餐厅，成了名流打卡地。她用行动证明自己有不依附于任何人的商业能力，这份不依附的硬气是她后半生最重要的底牌。然而赵世光的风流战从未断过。1995年，又冒出个叫程秀丽的女人。他更进一步为赵世光生下了1儿1女，并拿到了半山豪宅。全香港都等着看何丽丽的笑话，但何丽丽却憋了一个大招。2004年，赵世光第一次中风，和何丽丽斗了近10年的谭玉梅呢，以为转正机会已到，第一个冲进医院 VIP 病房，扑在床边大献殷勤。至于原配的何丽丽，直接叫来保镖，谭玉梅嫁出了病房。赵世光康复后，非但没有收敛，反而做了一件更出格的事儿，他公然将私生子领进了家门。何丽丽的反应依然是隐忍，她面上笑着安排了家宴，但她的反击早已在暗中布局。2010年，赵世光第2次中风，他瘫在病床上，神志不清，再也无法处理事务了。何丽丽的清场开始了，她以病人需要静养为由，拔了病房的电话线，派保镖24小时守在门口。谭玉梅呢，被拦在楼下，再也无法靠近。程秀丽则带着2个私生子上门，举着亲子鉴定要求继承权。何丽丽没有露面，直接让律师团队出面处理，然后她又火速扶持自己的子女接管家业。其实早在2005年，何丽丽就把长子赵世明安排进了家族核心产业华光航运，从基层做起。次女赵世和也被派去管理地产公司。在赵世光昏迷期间，何丽丽又将香港浅水湾的3栋别墅转到4个子女名下，同时重新分配华光航运的股份，将核心决策权牢牢交到了长子赵世明手中。他查到赵世光曾在加拿大给谭玉梅买了3处房产，他立刻派律师飞赴加拿大，向当地法院申请撤销赠与。他提出的法律依据是，赵世光进行转账时已是中风后，是在神志不清的状态下，擅自处分了本属于何丽丽的婚前财产理财收益。谭玉梅虽然反诉，声称这是自愿赠与，但法庭呢最终采信了何丽丽方提供的银行流水和医疗证据，判何丽丽胜诉。谭玉梅不仅房产尽失，还需承担诉讼费，彻底出局。遗产分配大会上，律师念出结果，全部70亿资产，包括华光航运股份、海内外12处房产、现金和珠宝，全归何丽丽与4名嫡出子女所有，所有的小三私生子分为未得。有人说何丽丽狠，也有人说她是熬赢了，但回头看这44年，她的赢从来不是靠熬呢只是她的战术，她的战略从一开始就是掌控。她用19岁的清醒换来了婚前的资产保障，用30岁的独立开创了自己的商业版图，攒下了不依附男人的底气，用50岁的隐忍等到了反击的最佳时机，最后用60岁的狠辣清扫战场，守住了自己和子女的江山。她这一生与其说是在和丈夫的风流债博弈，不如说她是在扮演一个家庭守护者的角色。当丈夫无法履行保护者的职责时，她就必须硬起心肠，用自己的方式守住这份家业的规矩和体面，确保它能完整的传承给下一代。如今77岁的何丽丽手里握着70亿遗产，子女孝顺，事业稳定，她不用再斗了，这才是她用半生博弈换来的真正清静和从容。